一只还没满月的小奶猫挡在道路的中间，冲着小哥喵叫了几声，然后转头朝着远处发出急切的喵叫声。小哥这才发现不远处蹲坐着一只大猫，从毛发的颜色来看，应该是小猫的妈妈。小猫蹒跚着想要走到猫妈妈的身边，可却遭到猫妈妈的无情驱赶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猫妈妈不忍孩子跟自己露宿街头挨饿受冻，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生活，所以忍痛决定将孩子送给人类收养。由于善良的小哥经常会投喂附近的流浪猫，猫妈妈知道小哥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然而小猫咪并不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，它以为妈妈不要自己了，蜷缩在地上不断的哭泣呼喊着妈妈，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挽回妈妈的爱。可无论小奶猫如何哭喊，猫妈妈都无动于衷，始终刻意与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她相信将孩子交给人类收养是最好的选择。此时外出觅食空手而归的猫爸爸也赶了过来，与小奶猫做最后的告别。尽管内心有千般不舍万般的无奈，但猫爸爸也明白妻子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一别今后是否还能再相见。安慰完孩子后，他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。倔强的小家伙踉踉跄跄地追了上去。或许此时他并不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，他只知道有爸爸妈妈的地方才是家。可他的任性却再次遭到妈妈的严厉呵责。猫夫妻坐在远处默默注视着孩子，久久不愿离去。骨肉分离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，但为了让小猫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健康成长，猫夫妻不得不狠下心来做出这个残忍的决定。猫妈妈害怕自己再多待一会儿就会心软，于是不舍得看了孩子最后一眼后，便不再犹豫，转身消失在孩子的视线中，独自承受了所有分离的痛苦。宁愿自己辛苦委屈，也要为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。或许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之处吧。此时隔壁的王叔叔也闻讯赶了过来，虽然这孩子不一定是他的，但也特地赶过来和小猫道别，祝福这个小家伙今后可以健康平安。小奶猫仿佛看到了救星，不停地缠着王叔叔，似乎在求王叔叔带他去找自己的妈妈。然而老王也无能为力，短暂的道别后也匆匆离开了这里。四处碰壁的小家伙越发的焦虑不安，小哥于心不忍，给小猫准备了一盒肉罐头。没见过世面的小猫哪里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？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猫咪只是浅尝了几口后便停下来，随后蹲坐在原地朝着远处不停地喵叫着。原来当他发现有好吃的食物时，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填饱肚子，而是想要告诉爸爸妈妈这里有好吃的，把猫父母喊回来一起吃饭。真是一只善良有孝心的小猫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猫夫妻还是没有回来，小猫也逐渐明白爸爸妈妈不要自己了。无助的他跌跌撞撞来到小哥的脚下，把最后的期望寄托在眼前的人类身上。虽然小哥经常会投喂流浪猫，但要照顾未断奶的小奶猫着实有些力不从心。可小家伙似乎笃定了小哥是个好心人，像个小跟屁虫一样一直黏着小哥。小奶猫的坚持不懈最终打动了小哥。望着手里浑身脏兮兮的小家伙，虽然明白带回家可能会面临养活的困难，善良的小哥还是下定决心将它带回家。他一定会努力照顾小猫，不辜负猫妈妈的信任。回家之后，小哥冲泡了一些羊奶粉，确保小猫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。等到小奶猫吃饱喝足后，小哥准备帮它清洗一下身体，这才发现小猫的身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跳蚤。要是小猫咪还一直跟着妈妈流浪的话，即使不死也要受很多的苦。之后小哥从宠物医院买来了各种相应的药物，同时也为小猫准备了一个篮子作为临时小窝。相比之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，这个简单的小窝已经是再舒适不过了。尽管小哥没有养育过这么大点的小猫经验，但他也努力尝试着给予小猫最好的照顾和关爱。在小哥半个月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小家伙一天天的长大，相比于之前邋遢的模样，不知道可爱了多少倍，并且变得越发活泼开朗起来。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和主人腻歪在一起。虽然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陪伴，但他现在拥有了一个善良有爱的铲屎官，每天都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着。可见猫妈妈当初的决定是多么的明智。相信在外流浪的猫夫妻知道小猫现在过得这么好，也一定会为自己的孩子而感到高兴吧。最后让我们为猫父母深沉的爱点个大大的赞吧，也祝愿善良的小哥能够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位大姐在天台的花盆里发现了2枚奇怪的蛋，这2枚蛋看起来既不像鸡蛋，也不像鸭蛋。这里可是15层公寓楼的顶层，到底是谁会跑到15层天台上下2个蛋呢？怀着好奇心，大姐找人在天台安装了摄像设备，就这样一直等到了深夜，摄像头还真的就拍到了2枚鸟蛋的父母。只见猫头鹰妈妈飞到天台上后，径直来到花盆里开始孵蛋工作。孵蛋的过程很漫长，猫头鹰妈妈不断发出饥饿的叫唤声。突然，另一只猫头鹰出现在房顶，将嘴里的老鼠交给了正在孵蛋的鹰妈。大哥大姐没想到自己的邻居居然是对猫头鹰夫妻。原来雄鸟负责外出觅食，雌鸟就守家安心孵蛋，2只鸟分工明确地孵化着他们的孩子。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幸福。然而这看似完美的一切，就在几天后意外却突然发生了。这天大姐突然发现猫头鹰妈妈不见了，而窝里的鸟蛋也只剩下了1枚。仔细搜索之后，在角落发现一个蛋液早已经流干的破蛋壳。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节目组赶紧检查了录像还原现场。原来猫头鹰妈妈这几天过得很不好，2天前鹰爸外出觅食后就一直没有回家，期间鹰妈一直在呼叫着自己的伴侣，时常站在家门口，日夜焦急期盼着丈夫的归来，可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丈夫迟迟未归，加上饥饿难耐，
此时的鹰妈早已没有了孵蛋的心情，只见她回头望了一眼窝里的孩子，最后毅然决然撇下2枚鹰蛋外出寻找食物。而等她觅食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这已经是猫头鹰妈妈最快的速度了。鹰妈带着食物疲惫地回到巢穴里继续孵化，她难过无助地哭泣着叫唤着，似乎在询问丈夫怎么还不回来。就这样，猫头鹰爸爸连续失踪了4天。在此期间，鹰妈不得不一边孵蛋一边觅食，而这样造成的结果导致蛋的温度不断波动。就在这一冷一热的交替中，1枚鸟蛋就这么破碎掉了。没办法的她只能选择丢掉蛋壳。那天晚上，她独自一鹰站在栅栏上，那身影看上去格外的孤单和凄凉。在失去丈夫后，又接连失去了1枚蛋，生活的打击使其精神逐渐恍惚。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为了帮助这位辛苦的母亲，于是节目组趁猫头鹰妈妈出门捕食的时候，偷偷在鸟巢里放了几只老鼠，希望猫头鹰妈妈看到老鼠后会以为这是丈夫带回来的食物，能够安心待在窝里孵蛋。但没想到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自从早上猫头鹰妈妈出门后，已经连续2天都没有回来这里了。难道她也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了吗？无奈下，专家决定进行人工孵化。为了防止鹰妈突然回巢看不到鸟蛋而失去孵蛋本能，节目组还特意在原来的位置留下了1枚鸡蛋。就这样，2只猫头鹰一前一后失踪了10来天。当所有人都以为它们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，猫头鹰妈妈突然回来了。跟在她身后的还有消失许久的鹰爸，看样子鹰妈应该是出去找丈夫了。好在鹰妈一直还记得巢穴里的鹰蛋，她并没有发现这枚鸡蛋是假的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孵化起来。第2天，节目组又偷偷把鹰蛋还了回去，猫头鹰妈妈继续全心孵化，猫头鹰爸爸也再次外出捕猎，夫妻俩的生活重新回到正轨。接下来就等着小猫头鹰顺利出生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发现鹰妈生下的鸟蛋居然又变回了2个。专家解释说，鸟类一窝产崽的数量是固定的，因此在1枚蛋破损的情况下，猫头鹰妈妈会再生1枚以保持数量。在等到第36天的时候，那只饱经风霜的雏鸟成功破壳而出，猫头鹰夫妻也迅速进入哺育幼崽的阶段。鹰妈专心呵护着幼崽，鹰爸则更加勤奋地外出养家糊口。这次猫头鹰一家再也没遇到什么波折。几天之后，雏鸟就长出了容貌，一副丑萌的模样。然而人们发现鹰妈最后下的那个蛋却一直没有动静，于是趁着猫头鹰不在家，节目组又当了一回偷蛋贼。检查后发现这枚蛋实际上并未受精，再孵下去也是徒留遗憾。接下来猫头鹰2口子一心扑在幼崽身上，捕来的食物由鹰妈一口口地喂给幼崽。幼崽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飞速成长，不仅身形魁梧了许多，长相也变得越来越潦草了。直到某天，猫头鹰妈妈突然一反常态，不再跟孩子分享食物了。专家解释说，虽然这个阶段的雏鸟尚不能飞行，但能够在地上跟随爸爸妈妈走动。而这窝猫头鹰生活在15层的楼顶上，虽然远离了天敌，但也意味着雏鸟必须比其他鸟更早学会飞行。为了让雏鸟能够更快地学会飞行，猫头鹰妈妈决定开始帮孩子节食减肥。有时候鹰爸还会因为给小猫头鹰带了食物而被猫头鹰妈妈赶出家门。最终，小猫头鹰的绒毛逐渐褪去，飞行技能也愈发熟练。终于有一天，它在天台边缘练习飞行的时候张开双翅，然后直接一头栽向15楼下。这一幕把旁观者看得目瞪口呆。最终在小区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小猫头鹰，幸运的是小家伙并未受伤。随着远方传来猫头鹰妈妈的呼唤声，小猫头鹰决定跟随母亲的声音迈出独立的第一步。只见它慢慢溜达到了大街上，又跳上了一辆车的车顶，仔细辨别着妈妈声音的方向，在寒风中摇曳着小屁股，一步一步走向妈妈的方向，最终来到了单元楼的门口。好在小猫头鹰最后成功确认了妈妈声音的方向，然后来到了一堵矮墙前面。对于还不会飞的它来说，这堵墙实在是太高了，于是两脚兽们给它准备了垫脚的箱子。随后人们甚至拆掉了森林边的围栏，小猫头鹰这才终于一步一步走到了大自然当中。对于小猫头鹰来说，这几十天充满了生命的考验，无论哪个环节出现差错，它都没办法成功的回到大自然。不过造成这一切困难的源头还是猫头鹰爸爸。那么你认为猫头鹰爸爸失踪的那几天去了哪里呢？欢迎在评论里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表示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大概是猫咪们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，它们被关在冰冷的铁笼中，眼里满是恐惧。屋子里摆放着一把铁锤和形状古怪的仪器，成为了猫咪们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噩梦。不久前接到居民举报，多个小区业主都表示自家的猫被人偷走，甚至附近流浪猫的数量也开始减少，半夜还总能听见猫咪的惨叫声。经过调查人员3天的轮班蹲守，终于在凌晨时分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。附近的流浪猫一看到面包车，宛如见到了魔鬼，纷纷吓得惊慌失措，找地方躲了起来。调查人员立即驱车追了上去，发现面包车开到了偏僻郊区外的一处厂房，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藏匿地。警官表示，这不仅有虐待动物的嫌疑，甚至还构成了盗窃罪。为了获取确凿的证据，第2天几位调查人员一直蹲守到了凌晨5点多。那辆熟悉的面包车再次回到厂房时，抓捕行动也随之立即展开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大家都身穿便衣行动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大型屠宰场，调查组也很快锁定了嫌疑人。
对方被瞬间吓懵，老实交代了一切。走进屋子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超大的铁锤，房间弥漫着一阵阵恶臭，地上有一桶滚烫的脏水，墙面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刀具。这诡异的布局让现场的人都心头一紧，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而那个形状怪异的可怕设备居然是个脱毛机。然而冷冻室内的场景却更加的让人触目惊心。只见地面上摆放着10几20个黑色塑料袋，里面装满了已经处理好的猫。在外面走廊上摆放着许多的抓捕笼，这是嫌疑人专门用来抓猫的工具。幸运的是，铁笼内大概还有20几只猫咪尚未被处理，其中还有只已经怀孕快生的母猫，可怜的模样看得令人心疼。这些猫咪中不乏一些家养的名贵品种猫，甚至还有个别几个月大的小奶猫，它们的眼神中统一都充满着恐惧与绝望。这里被称作它们的地狱修罗场也不为过。幸亏调查人员赶来得及时，否则这些猫咪的下场简直不堪设想。最后大家一共救出了26只猫咪，由于它们被饿了好几天，精神也受到打击，救助人员将它们分批送到了6家医院救治。而嫌疑人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还振振有词，声称很多人听说吃猫会保护人体关节，这些猫大多数会以5到12美元的价格卖给餐馆，甚至会将猫咪晒干做成中药。他认为有市场才会有需求，所以这些偷猫贼才会干起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另一边，志愿者跟着救出来的猫一起来到医院，猫咪们一个个缩在铁笼里瑟瑟发抖，眼神里满是对人类的恐惧。兽医表示，这些猫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他们甚至目睹过同类被虐待的场景，必须要注射镇定剂后才能检查。被单独关着的猫咪们还在恐惧中不停叫喊。不过其中有一只小猫比较特殊，不仅性格温顺，还不排斥人类的抚摸。兽医猜测它大概是有主人的猫，尽管遭受过苦难，但它对人依旧非常友善，没有丝毫防备。好在幸运的小家伙被救了出来，重获新生。现在首先要救治的还是那只怀孕的母猫，因为长时间被人虐待关在铁笼中，导致它现在的精神状态萎靡，看起来有点棘手。医生立即对它进行了检查，幸运的是胎儿们还活着，但肚子里的3个宝宝心跳都比较弱，加上母猫营养不良，情况依旧很不妙。几天后，怀孕的母猫顺利生下3个宝宝，小奶猫都还比较健康。但让人心疼的是，猫妈妈还是无法走出之前的那段痛苦回忆，精神一直处于崩溃害怕中，不仅对人类极其的不信任，甚至不管不顾也不哺乳自己的孩子。或许他不想孩子长大跟自己经历相同的遭遇，在屠宰场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，也许他们将会用一生来治愈内心的恐惧。之后工作人员化身为小猫们的奶妈，每天用针管喂养小猫。后来3只小猫都被一位好心的大姐领养回家，在大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几只小猫在一天天的茁壮成长着。而其他被救助出来的那些猫咪，有主人的家猫被主人领了回去，那些流浪猫也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，都相继被许多好心人领养回家，过上了不愁吃喝的幸福生活。愿他们往后的日子里都是阳光，所有的美好和温暖都如约而至。感恩所有的救助人员能够好人一生平安。如果你支持视频里好心人的做法，可以分享出去，或者长按点赞表示支持。